碰上这样的直播，你愿意刷一个小星星打赏吗？锅盖头应网友要求直播趴铁轨，下一秒火车呼啸而过，车轮摩擦铁轨，火星子崩了锅盖头一脸。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屏幕上出现任务达成，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大冒险游戏，只需开启直播完成网友提出的要求，达成任务后就能获得对应奖金，比如吃狗粮能赚200块，悬崖跳水1000块，地铁站台跳远5000块，万米高空花样作死直接1万。这游戏不但能赚钱，还能让挑战成功的人变成网红。女主小美是个乖乖女，她第一次经历这游戏还是闺蜜的漏定操作。她在运动会上掀开裙子放了个屁，小美瞬间哑麦呆住，完全无法理解。不过人是会改变的。这天，小美在饭店偶遇自己的暗恋对象，天生胆小的她根本不敢过去表白，闺蜜自告奋勇接下重任，结果男神没看上小美，反而看上了闺蜜。小美当场黑化，她决定不他妈做乖乖女了。回家后，小美就注册了直播软件，很快系统给她分配了第一个挑战，跟一个陌生人亲吻半小时。小美带着黑客朋友走进餐厅，第一个帅小伙虽然不错，但他对面有女友，小美害怕挨打。隔壁的胖子肯定是没毛病，不过他实在油腻，小美又下不去嘴。这时他终于找到一个单身帅哥，小美二话不说直接呼了上去。半小时后任务达成，任务奖金到账，但小美不知道她强吻的男人也在玩这个游戏。观众非常喜欢这对金童玉女，直播人数瞬间飙升。很快系统发来第二个任务，让他们俩人组团离开饭店，前往一个商场。来到商场门前，第二个任务的奖金到账。紧接着第三个任务来了，那就是穿上指定衣服，奖励500美刀。小美赶紧跑进商场，找到衣服换装成功。与此同时，小帅也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瞬间来了感觉。然而同样参与游戏的锅盖头也接到任务，那就是偷走两人换下的衣服。当小美二人回到试衣间后，发现衣服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下一个任务来了，让他们在2分钟内离开商场。这次的奖金直接飙升到2500美刀，但自己的衣服没了，如果不结账逃跑，那不成小偷了吗？结果两人光着膀子跑出了商场，没想到这俩人还他妈挺有素质。逃出商场后发现，刚才试穿的衣服已经被直播观众买了下来，不仅奖金到账，还白嫖一身名牌服饰。这一连串的惊喜让小美彻底放飞自我，但接下来的挑战就有点玩命了。他们要蒙眼骑摩托，并且速度要达到80迈。此时直播间的人数已经破万，小美纠结许久，还是答应下来。小帅蒙眼骑摩托，小美在后面当导航。一开始摩托车左摇右摆，根本不敢提速，甚至有好几次都差点撞车。但摸索一段时间后，小美通过手臂给小帅信号，小帅通过身体的感觉做出反应，在最后的几秒钟，小美一记神助攻，将车速提到80迈。可刚出隧道，前面竟然是死路，小帅死命的捏住刹车，摩托在撞墙前及时停住。他们成功了，两人的直播瞬间火爆全网，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庆祝点赞。不过小美的闺蜜见到后却高兴不起来，明明她在应该是全网焦点，没想到一夜之间被乖乖女小美超越。于是她准备展开一项作死挑战来反超小美。到底是什么能让她在100米高空爬行？那就是她与小美的塑料闺蜜情。为了反超小美，成为全网顶流主播，她在2栋楼之间架起梯子，然后开启直播进行大冒险挑战。闺蜜必须穿着高跟鞋站立走过去，每走2步她就被吓得走不动道。但直播间的粉丝一起抗议，必须要站立走过去。女人颤抖的拿着手机准备完成挑战，结果一脚踩空，手机直接掉了下去。女人大喊不玩了，这他妈太吓人了。最终她挑战失败，在业务上无法打败对手，于是她准备在精神上将其击溃。小美也说要参加宴会，结果发现闺蜜跟自己爱恋的男神在斗地主，这一下瞬间让小美来了脾气。刚才你不是挑战失败了吗？没有事，你完不成的任务我来完成。在愤怒的加成下，小美迈着2条大长腿，一路火花带闪电直接走了过去。这一下小美彻底超越闺蜜，并把她按在地上摩擦。不过两人的塑料闺蜜情也终于走到尽头。与此同时，小美的黑客朋友找上了她，原来她与闺蜜的决裂就是小帅的挑战任务，这一切都是小帅一手安排的。小美再一次被现实摩擦，她头也不回的离开派对。小帅想跟小美解释，但此时此刻小美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因为这个直播让她跟闺蜜决裂。她找到警察叔叔主持公道，但直播本身并不违法，警察也管不了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突然接到电话，她之前获得的所有奖金都被收回，因为报警属于违规行为，她违反了规定就必须接受惩罚。没走2步，小美被一个大汉拦住，男人二话不说上去就一电炮。当小美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集装箱里，一个显示屏上出现提示。此时此刻，小美已经是全网公敌，不仅自己要接受惩罚，就连家人也要被连累。但系统给她一个自救的机会，那就是走出集装箱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小美听后拎起大长腿就踹开了铁门，没走2步，小帅竟然找上了她，并告诉小美这场玩命直播的真相。原来小帅跟小美一样也是受罚者。不久前，小帅跟朋友参加高空倒挂游戏，结果朋友没抓住掉了下去，当时小帅也报了警，结果就跟小美一样成了全网公敌。他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一起取得最终胜利。当小美听完小帅的遭遇后，决定跟小帅一起逆风翻盘。他们找到小美的黑客朋友，这场阴谋的主使者绝不是直播软件，而是观看直播的无数观众。几人制定好计划后，小帅与小美便来到最终的决赛现场。2个情侣拿出手枪，谁能打死对方就算谁赢。这就是观众给他们下达的最终任务。观众将2人从陌生人培养成情侣，最后再让他们互相开枪杀死对方。这种激情的刺激让现场瞬间沸腾。小帅让小美开枪，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场玩命直播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小美开了枪，但她并没有射向小帅，而是
时打了空枪。小美双手一摊就要离开现场，就在这时，会场突然出现一个蒙面人，他就是直播趴火车道的狠人锅盖头。现场观众纷纷起哄，让他打死小美。锅盖头让观众投票是否打死小美，观众都很同情小美，但手指却不自觉地点向是的。投票结束，最后的结果是80%以上的人都选择了 yes。锅盖头毫不犹豫，拍手一枪打中小美，随着小美中枪倒地，现场所有人鸦雀无声，直播前的观众也都懵了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收到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就是这场谋杀的从犯。”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惊恐地卸载软件，关闭手机，没人愿意成为杀人犯。现场观众也是一哄而散。这款火爆全网的直播软件瞬间无人问津。当人群散去后，小美竟然活了过来。原来她早就跟锅盖头串通好，她用的是空包弹。小美假死后，她的黑客朋友给直播间的人发去短信，这样就能从根上击垮直播软件。最终的胜利者是小美无疑。这部电影也正是暗讽现在的网络环境。很多键盘侠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但他们却不知道自己在键盘上敲击的字母会给当事人带来多大伤害。相信小东北的粉丝一定拥有正确的三观，遇见热门话题不要跟风带节奏，我们要手下留情，且行且珍惜。